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印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 Stiga 最新的2把球拍 ，Stiga Aura 奥拉混碳，还有 Wavy 强力碳素。我们前一阵子呢有开箱过 Surge 涌动混碳，那这把底板呢跟红双喜968都是内置黄方碳的结构，涌动混碳打起来的旋转跟力量感受呢都蛮好的。所以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款底板的。没想到 Stiga 竟然又出了最新款的奥拉混碳。内置结构的奥拉混碳采用绿方碳的混边纤维，整体外观呢是经典的北欧风格，而且奥拉混碳的物品配色也太美了吧，根本就超难选择的啊。不过绿方碳跟黄方碳的手感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到时候再来比较一下。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啦，Wavy 强力碳素。那我刚拿到的时候呢还觉得有点奇怪，想说Wavy 不是外置纤维底板吗？怎么看起来好像纯木底板？纤维在哪里？仔细看呢，才看到说原来强力碳素呢是采用最新研发的白色超级纤维 Ultra Fiber， 纤维本身的颜色呢跟纯木比较接近，整体外观也是简约大方的北欧风格设计。奥拉混碳、强力碳素这2支底板跟我们常见熟悉的内外置底板选材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奥拉呢是用令把，而强力碳素呢是用扣头作为面材。除了纤维不一样之外呢，我们再来量一下厚度。我手上这把奥拉混碳的厚度呢大约是 6.1mm 左右，而且大芯明显比涌动混碳的再更厚一点。然后强力碳素的厚度呢大约是 6.55mm 左右，这个厚度呢比一般的外置底板还要再更厚一点。再加上超级纤维 Ultra Fiber， 感觉应该是进攻速度快又有力的底板，很期待等等的试打表现咯。而且这2支底板呢都有出圆拍跟6角拍型，可以依照自己的手感喜好去做选择哦。感谢乒乓世界赞助这次的器材开箱。那我这次搭配的呢是 DNA Hybrid 跟 DNA 白金套胶，来测试一下正手贴微粘胶皮，然后反手贴色皮的整体感受。我觉得这个组合呢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正反手配置之一了。那我们就来贴皮吧。奥拉混碳刚上手感觉呢有点像张本 ALC， 持球的感觉跟速度都不错，打起来比较安静，不会太正手，而且因为面材力材相对比较薄，力量传递呢比其他的内置更直接，攻球的速度也是稍微略快一点。绿纤维呢它的持球手感柔和，韧性也够，矮短落点呢还蛮容易控制的，拧拉的弧线跟上台率也都很稳定，洗板的旋转强，弧线也比较饱满。而且大芯有加厚，所以支撑的感受就更好，同时兼顾了进攻的威力与控制。因为奥拉的放大感呢没有那么明显，远台拉冲的绝对力量相对没有那么顶，很适合中近台高质量的摆速跟衔接。奥拉混碳带有点扎实硬挺的手感，其实这点呢我还蛮喜欢的。强力碳素刚上手的时候呢，感觉有点惊讶。通常5+2外置底板呢，强调的是近台的速度跟爆发力，而 Wavy 打起来的速度快，但是不会乱冲，有种跟其他外置不太一样的柔弹感，持球好，也容易把摩擦跟力量加进去，容错性高，速度也够快。Ultra Fiber 搭配比较厚的拍身，台内球呢会需要注意一下控制。Wavy 整体的手感不算特别硬，拧拉速度快，旋转强，发力进攻的支撑跟力量感都很好。落台2跳那种前冲的感觉会比较明显，底劲呢也会随着你的发力逐步提升。Wavy 回球的弧线落点较深，更容易压迫对手进攻的空间。Wavy 强力碳素整体柔弹有力，很适合中远台高质量的相持跟反拉。综合表现来说的话呢，奥拉混碳的各项指标算是蛮均衡的，前面提到的力材减薄、大芯的厚度增加，都让绿方碳的借力感受更清晰。跟典型的内置拍相比的话，奥拉的防守更容易，出球的速度也跟着提升，还带有一点外置手感的调性。强力碳素呢也是让我蛮惊喜的，明明是一把外置底板，
持球感竟然这么好。除了因为拍身较厚，短球可能没有那么灵活之外，Wavy 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，不会特别的喷弹，但是底劲真的很足。强力碳素呢，可以算是继红章之后，愿意把综合性能超越 Vis 的底板。我这次试打之后呢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觉得 Stiga 对于器材研发的想法呢有点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想当初各家刚开始做碳纤拍的时候呢，Stiga 却把重心放在樱木系列上。接着大家在研发不同的纤维，像是 ALC、ZLC、KLC 等等。这个时候 Stiga 在主推什么？在主推 12K 能量碳纤维。然后各家在研究内外置结构的底板。Stiga 则是把研发的重点呢放在赛博拍面上，感觉 Stiga 呢一直想要做点不同的变化，也正是这些细节上的不一样，才会有这么多款热门的底板。我们先来说说奥拉混碳。其实，在还没有试打之前呢，我是有点担心的，想说这把的定位啊，会不会跟永动混碳有点类似？不过试打之后才知道啊，这两把内置混碳的风格，还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永动混碳呢，对标的是968，那它本身的速度呢，比968更快一点，而且中远台的力量跟放大感呢，也更加的明显。也因为出球的弧线比较长，所以控制呢，相对就没有奥拉混碳那么好。那奥拉混碳对标的呢，是张本 ALC。它这个绿方碳的手感呢，是介于 ALC 跟 Super ALC 之间，兼顾了很好的进攻能力与操控性。那它远台的力量上限呢，虽然没有永动那么大，但比赛中那种稳稳上台的感觉，会让你很放心的想要去发力进攻。如果你想找一把好上手又稳定的高阶内置底板，那奥拉混碳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。再来说说这次的黑马 Wavy 强力碳素，我原本以为外置纤维再加上一个比较厚的拍身，它整体的形变跟持久感会比较差一点，没想到直接被打脸啊！超级纤维 Ultra Power 的持久感很好，近台的手感柔弹，再搭配一个加厚的大芯，让底板的一体感呢非常的协调，中远台的力量跟支撑感呢也是相当的好，近台稳，中台快，远台冲。一句講晒，通透嗰隻。强力碳素呢，应该是我在 Stiga 底板中觉得最惊艳的一把，而且重点是 Stiga 强力碳素的价位还相当的亲民，听说第一批呢已经少量到货了，这里也提供一下经销商的资讯，大家可以找附近的店家来购买或是预定哦。这次开箱的两把底板呢都各有特色，如果你喜欢像奥拉混碳这样可以稳定的控制对手和比赛的节奏，请在留言打个1，以及你现在的配置。如果你喜欢像强力碳素这种积极上手打出进攻优势的风格，请在留言打个2，以及你现在的配置。我会在9月14号礼拜天晚上9点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，那中奖的朋友呢会收到一份价值超过1500元的神秘小礼包，记得注意你的留言回复哦。如果你也有打过这两把底板，也欢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感受。那这次的开箱就告一段落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可不可以帮我把选一只？这只哦，好。可不可以再选一次？那哪一只？这只哦，好，这只。